是吴红告诉他的。灾祸平息后，曾有人扮作菜农混进家中，尹母亲同情他，给了他些吃食和钱帛。这个人便是吴红。怎会如此？若是按时服药，不出几日就该好转。这名贵的药，只有高门大户能吃得起。我等这样的贱民，怎配销售？何氏药铺的丹品，都是无偿分发，有何高贵低贱之分？无偿，夫人，你对此药的价格，当真是一无所知吗？难道我的丹皮被高价卖给了患病百姓？若能高价买到也罢，你那些药根本不会卖给寻常百姓，而是送进了高官权贵的府中。怎会如此？这救命的药一包难求，正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看来，那何店主也没有告诉你实情了。外面早已尸横遍野，若是半月之前，何家药铺前确实跪满了人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磕头只求一包药。可如今，那些求药的人早已下了黄泉，在那些冤魂当中，就有我的一家老小。这半月来，我在贵人们的府外晃了个遍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今日若是何店主在家，恐怕也会把我赶走。因缘际会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。我在茶里下了毒，夫人，报官吧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处置。命运弄人呐！我本想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可谁知你作为这药的源头，却对此事毫不知情。你不必找人请我，我是不会跑的。如今我已孑然一身，也无意苟活于世了。这是最后一点冰晶牡丹的根皮，不知此刻还有没有人需要它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走吧。你不报官吗？原来当初那场大火并非意外，而是母亲亲手。你母亲叮嘱我瞒着你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
也会察觉的。牡丹，你是何时知道的？你去寻吴伯之前，我才刚从他口中得知此事。4年前水患，他未曾见过你，并不知道你是洛阳河店主的女儿。此前与你结交，皆是出自对你的欣赏，但他确实害了你的母亲。你恨他也是应该的。还疼吗？我知道，你阻我杀吴伯，都是为了我。你怕我知道4年前残忍的真相，更怕我日后查出水患之事，会因之前一时冲动而后悔莫及。对不起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3个字。可是这3个字，母亲跟4年前死去的那些人再也听不到了。父亲作为药商，若是不屈从于权贵，便无法保护我跟母亲。我作为受益之人，我也无言苛责于他。可那些因为患病而离世的百姓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心想查明真相，为母亲报仇，可到头来却发现无人可恨，无仇可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做这些是可以给他人送去美好跟芬芳的，殊不知还有那么多人，别说是赏花了，连活着都艰难。天地不仁，世道苍凉。我突然间不知道要如何做好一个商人了。哪怕做到花商之首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牡丹，你从商以来，从未赚过不义之财，从未做过亏心之事。你重开方圆，让那些无人可依、无家可归的女子有了依靠。你做这些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我将自己困于这方寸之间，看不到世间的真容。经商之道究竟为何？我想不明白了。我想不明白了。